你说要如何记住自己吧？多拍影片啊，多拍影片，然后去。其实我发现很多人不瞄准的呢，他看起来有在瞄准，然后你问他你怎么瞄准的？我手压起来，看那红心，他在弹出来。我有一阵子我超想学这个的，因为我都有瞄。就是我的朋友呢，他去日本，他去了一家店，然后他跟我说，那个日本的老板分享给他说，他没有在瞄标这件事情。然后因为刚好店里有另外一个人，他也是不瞄，就是他不看飞镖，他就是像你刚刚讲的，就压开，瞪着吧，对，瞪着吧，然后丢过去就可以。可是我一直有在瞄啊，我可能就觉得那样是不是比较强，还是什么的？那你觉得呢？当然有这样子的选手，也有很强的选手，他可能没有 A 点，我们说了嘛 ，A 对 B C， 对不对？他可能没有 A 点，他是直接这样举起来就是 B 点，然后直接出去就是 C 点。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你从小不是这样子练，你很难变。其实我会觉得说，你既然来问我，有些人他来问我，他一定有天分上的不足。那你天分不足，你还要去学人家那个天分那么强的丢法。你懂意思吗？所以你觉得不是说呛他，是说你就知道他们这样举起来丢就会中。那他们就是有天分嘛，他们手眼协调性好啊。对啊，那你做不到，你又要硬做，我会问他说，你是为了更准还是为了更帅？他说好像有一点为了更帅。我说那你为了更帅，你就不要考虑准度了。OK， 确实，对，你要帅，那我觉得打得到最帅啦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一准天下无难事。对，你只要够准，你做什么事都对的。对啊。你打错牌，最后结标了，可是你够准啊，你结标了嘛？对，是不是？结果论。不错，有解惑到我前期有困扰一阵子，对，因为我一直觉得，因为这个要从逻辑上去那个，应该说你想那样做是为什么？我就一直卡住嘛，所以我当然会想说，那个方法是不是多尝试？对，我那时候是这样想，我反而没有想到这样比较帅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打得到就是帅啦，打不到你动作再怎样都没有用，因为硬把很多都是不秒的，对，很神奇啊，所以我就觉得不秒好像比较强啊。可是你要想哦。你现在看到的硬把选手，每一个人都是天赋异禀的。你想想看，今天你没有电子软把，你去一个酒吧，然后你第一次接触到飞镖就是硬把，你没有天赋的话，你对他提不起兴趣的，因为你什么都拔不到啊。他格子那么小，红心你也打不到，60你也打不到，你根本就燃不起你对他的兴趣。真正有练起来，他们从兴趣就开始筛选你的天分了。听懂？我们当然看不到那些选手第一次丢飞镖的样子，对，但是我其实蛮相信，我自己内心是相信，他们第一次丢飞镖的时候，肯定就丢得不错，可能范围还 OK，没有到飞出靶外还是什么，他们马上就掌握到那一个力道，那就是他们的天赋跟才会继续打，才会继续打，才会有兴趣继续玩啊。他从硬把从兴趣就筛选掉一些没天赋的人，你没有天赋，你怎么敢去玩那个？确实，对啊。没有天赋会觉得很无聊啊。对啊，你整天丢到靶外面，哪里好玩？我靠呀！软靶是因为红心那么大颗，你再怎么丢一样都有猫中它的机会，然后声光效果给你的反馈很好。对，电子软靶很容易有兴趣。对，比较好入门啊。是。哦，不错哎，这个论点不错。你可以跟大家讲你的想法。这个就是你，其实我自己这是我个人啊，当然。我跟你讲，你照样讲然后到时候剪出来看怎样。你如果觉得不 OK， 我就把它删掉。你不要紧张，我觉得你好像觉得不会啊。这个讲完，我没有很怕得罪人啊。你屁啊！你刚刚卡成这样，屁啊！你刚刚在想说，妈的，这讲出去会不会吵？我从来不怕得罪人。我在高雄从来不怕得罪人。好，没有，其实会啊。我比较客套一点。好，但我还是没有很怕得罪。一直强调这个。我刚刚忘记问你，我昨天说要问你那个，你比赛为什么要戴口罩？我想这其实是一个契机。那个时候是疫情刚结束，开打的 AI， 他说要戴口罩比赛。对，对，我记得那一场。那个时候的姿势是从脸为出发点出去瞄准，收回来丢。戴口罩你做不到啊。对，会跨到口罩。我现场改成从肩膀出去收回来。干那么屌，现场改啊？现场改。可是你那时候在疫情，你不会戴口罩打标吗？那个时候在高雄的时候，疫情吗？什么飞镖店有开啊？确实，对，我都忘记这。没有倒就不错了，要开。上台
投掷线上拉下来，对，拉下来丢一丢，然后走回去再拉起来。对，那我就觉得很麻烦，我就好现场改这个动作。对。亚军呢？改的，就你跟乃坤打那？对，就那一年我就是因为要戴口罩，所以你那一场是你当天改动作，现场改，干有够扯的，现场改动作。他打，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要这样子丢，因为我用脸当一个文字嘛，我们不是说要当文字记住自己，用脸最方便，然后每次回来都碰到这里，那我是不是稳了？那表示我收回来的点都一模一样嘛。对，我靠，要戴口罩，哇，改肩膀，改到现在。然后那一年戴口罩，就发现说，因为那一年上台2次，4强跟冠亚军都上台，然后后来回去翻看那个重播的时候，很多当下咬牙切齿的表情都被口罩遮住了，很好，以后就戴口罩，我不用去那么 care 表情，不是说我有偶包，还是说我在意自己好不好看，是就不好看，那我自己看了我就觉得那不如遮住。那戴口罩，后来又打了几场比赛，发现说，你戴着口罩的时候，你呼吸会有一点阻碍嘛？对啊，呼吸有点阻碍，你反而好像大脑会一直处于比较清醒的状态。强迫你要专心，因为对，有一点不舒服，有点缺氧，更专注，好像会带起身体生理上一个危机感，让你的身体一直处于比较战斗的状态。你这支出去会不会开始有一票人都在戴口罩打？不会吧，我打那么烂，人家说看你妈，你看陈一凡戴口罩打得跟大便一样。实在太令人震惊了，那个动作居然是当天改的，当天改的亚军呢，我傻眼呢，太扯了吧？那是现场改的动作。好，刚刚是讲什么？会讲到这个，太让我震惊了。那我忘记我刚刚是问你什么？不是口罩之前，运动精神啊，运动精神。就是我个人的地雷，就是其实我在赛场上面，不管是熟还是不熟，你认识我不认识我，客套还是不是客套的，还是酸的、刁的都好，我不喜欢对手对我主动示弱。就是比如说，练完6标，然后大家要去投钱，然后说遇到你就不想投钱，我输了啦，遇到你输掉了，手下留情，不要那么出力什么的。那我心里就会想说，那跟我不是说他不好，是因为他跟我心里面该有的体育精神那个有冲突。我的体育精神就是你尽最大的力量跟技术击败对手，是你给他的尊重。对，人家会说你比如说打完一个比赛，你对上一个相对弱的，客观上弱很多的，比如说9级10级吧，比赛中遇到，然后车过去了，然后人家说为什么你打那么凶，也不让一下什么的，我说为什么要让？我看不起他才是让他，对，我让他就是看不起你啊，我让你还能赢你，对，我打这么好就是为了让你感觉说我必须打这么好才可以赢你，那你主动跟我示弱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说哇，你就不希望我打太好是怎么样？是希望我看不起你吗？还是什么？我当然知道有些人只是客套，想多聊2句，减缓他的紧张，还是什么都有可能。当然我心里表面还是会说OK， 没事，加油。以前我很常遇到有些人跟我说，让一下，然后我心里就会觉得说，你他妈要不要投降比较快一点？也有状况好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这样觉得，然后状况不好的时候，会觉得说，我可能尽全力都打不赢你，你叫让一下是怎样？我可能让了，你还要让什么了？我可能妈的100%都打不赢你，你叫我让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我心里就会这么觉得，我就觉得说，所以我后来在教社团的时候，我跟他们说，一方面是缓解他们的紧张嘛，所以你站上去，不管他客观上强你多少，等级高你多少，你就要把它放在同一个对等线上面，对不对？他17级，他打帽子不会阻碍你打帽子啊。对，你打不到帽子不是因为他17级，你打不到帽子是你烂。对，确实。对，是你烂，是因为是你紧张。对啊，是紧张，对不对？飞镖是一个，老实讲是一个没什么互动的运动。对啊，因为我不干扰你，你不干扰。当然板球有，可是以01来说，像硬靶的501来说，你根本干扰不到对手啊。对啊，你只能尽力压低你的分数，去给他制造紧张感。那如果是赛场老手，其实不会被影响。大家都是各自打自己。对，我们就是努力把自己的分数砍完，结标这样子。
他打帽子不会让你的帽子关起来啊。对啊，他不会让他打帽子，你就要打151，比他高1分吧，对不对？ OK 所以你要把它放在对等线上面，你们面临的规则、机台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用自己选择的飞镖，对啊，你怎么可以觉得你打不赢他？你要是这么觉得，那你这场比赛你输的机会高达90%，因为你还没打就认输了嘛。对，甚至他打烂了，你快要赢他，你还变你紧张。哦，你昨天有讲一个很好是啊。有2个情况会我说那个比赛的一个阶段性，对，习惯比赛，先习惯输啊，对，再习惯赢，因为你一开始你会一直紧张嘛，对，你会一直去想打不到的后果，输了的后果，比如说丢脸啊、亏钱啊，一场就结束什么之类的，你会去想那些，你习惯了这些东西，你就开始慢慢打得到，你就会习惯输对给你的恐惧，你习惯了，你就开始不会恐惧它，人会麻木嘛。然后接下来就是，你开始习惯输了，你慢慢可以发挥自己的水平了，遇到对手给你机会，你要赢的时候，比如说现在板球全部关完了，深红星，深红星2只，1只，或是一个帽子，打到你就赢了，你当天的手感跟成绩是 OK 的，可是你就是落赛在红星，超常这样的。对，因为你要赢了，你开始怕，你开始不是怕，是赢带来给你的紧张，那个兴奋感开始在影响。那这个要怎么解决？你是怎么解决的？我怎么解决的？还是你没有这个问题？我有这个问题啊，我当年也有这个问题。那你怎么？不然我怎么会输乃坤？哦，你可以说是，我跟你讲，你可以说是因为我当天才改动作，所以我才输你。不是，那不是改动作是我的决定啊，我怎么可以怪在那个东西上面？对，确实，那个就是我刚回来打比赛，这个要剪进去，我可以剪进去，我刚刚很好，对啊，因为老实讲，他自己去回想那一段。或是把影片挑出来看，我们2个人就是烂逼赢烂逼，2个人根本就不像冠亚军该有的水平，好不好？可是那场很好看的，你说打烂很好看吗？我觉得很精彩，我不这么觉得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那个是因为我刚回来，要赢了，像是我15年，你不是说你看到我跟那个廖云洲、真妹打，那个也是要赢了，紧张波又没打好。哦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要赢了，因为你根本就不习惯赢的样子。那你怎么翻过？我觉得至今偶尔还是会压起来，就是你快要赢的时候，特别是在你激烈对抗中，最后快要赢的那一瞬间，或是你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吧，或是你赢的那一个人是你觉得你赢他，我会很开心的人。你就会开始遇到这些问题。那我就只能跟你说，我目前给自己的方法，可能就是再面临多次一点，慢慢去把它做好。比如说，就大概是你开始从你打不到帽子，打到你人生第一个帽子，打到你人生第一个100个帽子，之后你在练习的时候，你对打帽子就不会有紧张感。一样意思嘛。对。可是你打前100个帽子的时候，你每次快打到帽子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很开心啊。因为我要打到帽子了。对，你那个紧张感跟开心的感觉，马上让你的心理影响生理。你这个例子很好懂哎。对啊，就是你第一次中帽子，跟你第一次第一次中，比如第一次练习要100个帽子，然后第一次要中的时候，对，那种感觉，就是你菜逼的时候，你打到帽子的开心感，跟你现在打到帽子的开心感不一样啊。对，然后你把这一套东西用在跟比赛的精神上的状态，其实是一模一样的。你就是尽量克服它，再去赢。就是你一直重复那个情境，对，你久了会习惯，然后就可能会翻过去，然后再努力催眠自己去做好自己的文字跟动作，这样子。好，你甚至你要觉得说我赢这一个对手是应该的，你也可以顺带克服要赢他时候的紧张感。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困难是那个啦，我在比赛的时候我手会伸不完，对，或者是我手会突然变这样，就是我平常练习的时候动作不是这样，然后我在比赛的时候，我通常我动作要么会突然拉回来会变这样啊，然后要么就会变这样，就是，可是你当下要感受到吗？我当下觉得都是一样的，
就是后来看看影片，后来看影片说，哇，我手怎么扭成这样？妈太智障了吧！然后因为我开始拍影片之后，我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我比赛动作这么丑，还是就是跟我练习的时候不一样。然后这个我会发现，就是我手，我平常在打的时候，我可以这样子嘛，或是这样子，我至少是直的。可是我有时候比赛的时候，我会发现我会突然变短。因为你犹豫了，那个就是你放的，你不到，我觉得你不敢放。我觉得是我自己在想了，可能是怕打不到，太怕了，不敢放标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人家问我，我就跟他说，你当下如果发现这个状况，你就大力敲个1回合，你就牺牲1回合。对，没有牺牲啊，你不大力敲，你这样丢也丢不好啊。确实，你刚才大力丢，其实你当下那个大力丢，就是你原本的力道了。哦，我懂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会比较小力嘛。对，所以我想象中我大力丢其实是正常力，正常的力道，你马上就正常了。哦，你的手马上就肾上腺素起来，你就不再害怕跟紧张。一 round 没有成功就再一 round， 反正你没有成功之前，你这样子丢也是大便了。对。好，影片结束了，我是陈一凡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 Leo Das 频道。谢谢。我要看，真的啊？妈妈都这样讲，真的，你妈妈叫你喜欢，快点啦，喜欢，没有，因为我是老幺，所以普遍都是被叫弟弟。单喜欢弟弟。妈的，从头打结。